蛆是真的啊，对，是我们美术组养的，而且它们有分年纪大小，有一些要赶快用掉，因为它们隔2天就要变成苍蝇了，所以要先用它们。记得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叮铃。公式真的是好戏连连哦！接下来这一部《人生清理员》，其实先前我们有看过电影版本，然后影集也有，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又更加升级了，尤其是卡斯，我们欢迎到4位主角，耶！大家好，好选择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们是人生清理员。之前丽姐有看过电影版的《人生清理员》，我觉得它是一个蛮沉重的议题，但是这一次却被你们4个演的是笑中带泪。我很想知道它到底是正面的，还是会让你们伤心？其实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是先感觉到难度。对，因为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难度非常非常高的工作。对，首先我当然在戏里面是一个母亲，但同时我也是一个专业的人员，我要怎么样诠释这件事情才不会对不起他们？所以那时候是感觉到的第一个是这样的难度。在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会对这个职业产生好奇，因为是完全不知道有这个职业。哦，这你本来都不晓得。本来完全不知道，知道有这个工作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伟大，然后跟很佩服他们。自己本身在第一次看剧本的时候，我是深深被打动的。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要经历就是生离死别这个课题。那我觉得我看到丽颖这个角色，其实就看到我某一个时期的自己。我就觉得哇，真的是解开了很多我那个时候的一些情绪。我觉得这种伤口是不可能被愈合的，但是情绪可以找到一个暂时喘口气的空间。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在这个剧本里面看到获得很深的感受。这次想要讲的事情又刚好跟现在的社会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连结。面对生命的这个强度，审视自己的这个强度，不管是缺陷或者是盲点，平常不愿意去面对的那些事情，这个角色里面我自己也疗愈了我自己。你们在实际上去填调以及在拍戏的过程中，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往生的方式？对我来说感受很强烈，就是他们去甘丽是大概10楼或13楼的高度，可是他们去到1楼的时候，已经很强烈的闻到这个味道了。你身体会开启一些很强烈的那个生存机制，可能会头晕，可能会发麻，那个东西已经不是心理了，我觉得是生理的一个状态，是说我要活下去的这个状态。然后让我完全了解到说，就是我真的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抱怨，我人生没有过不了，哪里对我自己过不了，真的只有自己过不了自己。然后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作品，我觉得也是希望可以分享一些这种能量，珍惜当下。但我可以分享一个没有这么严重的我去看到的现场。他就是真的是一个独居老人，他有收集癖跟堆积癖，堆的垃圾，然后什么都堆满，然后也是很多小动物这样，就是小动物是 Mickey 吗？对，或是小强啊，或那个，其实特殊清洁这个工作不一定是只做往生的。对，可其实我觉得这部戏有点难演的地方是它的台词，这个剧本会不会蛮难背的？我本身是对化学非常不熟了，所以专有名词的部分还是稍微有背一下。最难背的台词好像确实就是化学名称这一段。说真的，会有双氧水，这个你知道吗？然后还会有硫酸亚铁，以及我们的氯钙化。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加上去之后，它就会有没有因为这样子而学会什么清洁妙方？清桌子的话，就是柠檬酸真的很好使用。水渍啊，苏打粉真的非常棒，啊、对，苏打粉真的很赞，苏打粉超赞。那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清理方式是什么？超强的吸尘器，就是可以吸水，对，然后可以吸1整桶水的那种吸尘器，就会觉得说，我家如果有一台，哇，那不得了，很方便。对，家里用不到那么大台啦。但是因为我也是在拍这个才了解，其实可能就是清表面，这其实就是用我们平常用的那些清洁剂。对。但也真的是去填调跟访问之后才发现，其实我必须经过他们特殊调配的原因，是因为你可能表层的不管是任何的血迹啊或者什么，其实你擦干净了，可是所有的一些分子啊、气味其实都会渗在那个地板里面。所以那个是真的必须得用很专业的一些配备才有办法消除的。
那你们有看到现场的这些印象最深刻，到真的觉得想要就真的有胃的反应的？我觉得那个史莱姆是真的蛮恶心的，因为很狗狗啊，然后又弄的那种。史莱姆的用处是，就是我不知道那个怎么调配，就是美术老师水真的跟什么的结合的一个东西，然后弄成那个油脂，油脂，然后就整个很隔，就是在很会看戏啊。对，虽然是假的，但是在做的时候就会觉得体感不舒服的感觉。可是你们去现场实习的时候，有看到类似史莱姆这样的东西，组织液吗？我们离开的队友，对，他有一些会渗透到墙壁里面，他会爬墙。我觉得会爬墙这件事情还蛮。所以它原本是在地上，可是你看到墙壁上也有。这是灵异现象吗？它不是，就是化学现象。然后他那个爬墙，就是真的很像伊藤润二的。所以我想说，伊藤润二先生可能也去做了一些填调这样子。听说就是去过就是有往生者的现场，身上的味道1个礼拜去不掉。你们2位真的有这样的经历？因为老师有特别教说怎么去除味道，当天是真的回去，然后泡洗发精，泡了2次泡完之后再丢洗衣机，再洗2次，味道才掉。但有另外剧组工作人员一起去的，他是直接整套就丢了。这么严重？衣服我是洗了2遍以后，然后也是要泡水，然后也是反正就是要做清洁这样子。可是它不但会残留在衣服上，我觉得它会残留在你的记忆里面。分子还是什么的东西，它会停留在你的鼻腔里面，也是停留的非常的久。但防护装感觉起来其实很热，对吧？穿上衣服的时候，进去拍个5分钟之后，我所有的那个汗已经沿着，因为我们还有手套，就是你已经可以感觉出来手套的指尖的部分已经在积水了。然后他们几个就是这个汗腺比较发达的人，就是鞋子是这样拿出来用倒的，就是全部都是自己的汗水这样。然后那个防护衣脱掉是全部人都在冒烟的，冒烟哦。对，冒烟。因为那个蒸汽。夏天冒烟，我们不是冬天冒烟哦，是30几度，我们拖起来还是在冒烟。对。哇，那你们有没有去请教真正的人生清理员，他们怎么散热这件事？喝饮料。我一开始看到剧本的时候，我想说为什么要一直喝饮料？真的。然后也是有一次跟他们去填调的时候，然后进出那个密闭的空间，然后自己再戴上那个防毒面具或者是口罩，然后你很缓慢的或者是很短促的那些呼吸，然后15分钟、20分钟、半个小时，你出来，你看到那边有一杯就是冰镇过的饮料，你真的会是在沙漠解渴的那种感觉，然后会喝，好像在帮你充电，然后再帮你再缓和到你一个让你有点灭火的状态，然后你要再进去这样。那你刚刚说到现场的这些美术道具，你们觉得？除了史莱姆之外，好像还蛮多真的是虫。蛆是真的啊，对，是我们美术组养的，而且它们有分年纪大小，有一些要赶快用掉，因为它们隔2天就要变成苍蝇了，所以要先用它们。然后年纪比较小的，就是隔2天的戏才用。所以其实排班，对，要排班又讲究，然后都要在快要我们不是最后一个 stand by 的哦，最后一个 stand by 是蛆演员，因为他们爬得超快，对，所以你如果太早放，全部爬光，离开镜头。对，我们要全部就定位之后，然后美术组来撒，然后我们赶快 action。其实变成苍蝇之后，下一场戏也可以用了，太难控制了。哦，所以我们看到的苍蝇应该是 CG。另外一个演员是老鼠演员我们的老鼠也是真的，然后因为我超级怕老鼠的，他们就去找了3只老鼠，还特别跟我说是小只的，但是大只小只我都怕，不是那种就可爱型那个可爱型的老鼠，他们好像是在它的脚上绑了钓鱼线，然后因为怕他们真的就是因为老鼠蛆你抓得回来，老鼠你很难啊，所以他们就用那个钓鱼线放老鼠。那其实这部片里面还有在讲到孤独死这件事情。亲身经历了人生清理员这个角色之后，有没有想要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些你们的心得？做完人生清理员之后，发现自己其实有受到一点影响。某一天突然看我身边的环境，我就想说，如果我跟他们一样死在这个环境，别人进来我可以接受吗？接受他们看到这样子的我吗？就是也开始正式的想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真的是因为这个戏的影响，明天会是怎么样的，会有没有办法到来，所以会更珍惜。比如说，我就很珍惜我看到他们每一次，
你说这些人一天到晚跑来跑去工作，会不会出个什么事你也不知道？呸！就是传讯息给家人的时间的次数变多了，因为报平安真的很重要，然后跟时不时关心身边的朋友们，这个所谓的互相关心真的很重要。因为通常会需要到特殊清理员到现场的话，都是刚刚讲的孤独死，然后放了差不多7到10天，味道都出来了，才会需要特殊清洁。所以当发生什么事了，身边即使有人的话，就不会走到那一对，不会到7到10所以多关心身边的你重要的人，你爱的人。我就希望大家不是都说有什么人生跑马灯嘛？就我会希望我那个跑马灯在刷的那一刻，其实是一部非常精彩、非常好看、非常没有遗憾的一生。所以我也是反过头来看自己现在，我就会觉得，那真的是想要做什么事情，就勇敢的去做。所以我自己也给自己接下来的很多一些挑战跟课题，其实是我以往没有勇气去尝试的。就像我一直有一个10年的计划，就是我要去跳脱舒适圈，然后的地方去生活一阵子。休假10年的意思？没有，对，也没有啦，也没有，我很快就回来。真正学习到了，不要抱怨。就是我觉得，就是你总会跟别人做比较啊，很容易就跟在人生里面说，哎呀，别人都有什么，我怎么没有，或者是我怎么还没有，或者是啊，我不做什么事情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事情，所以导致我没有办法去做。所以我现在就是反而会想要这样讲，可能很好笑，但是想要加速失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这个失败了，我就可以到下一个地方，然后再失败，然后再到下一个地方再失败，然后我这个。就是千万个失败加起来就是成功的意思。非常谢谢4位演员跟我们分享。其实除了让观众朋友可以更了解人生清理员这个真的蛮伟大的职业，很辛苦。你们因为演这部戏被疗愈，我相信观众朋友也会因为看这部戏被疗愈。有的时候家人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来适应往生者离开这个事实，多一点点体贴也可能是我们这个工作必要的温柔吧。我们不说欢迎光临，但我们会说欢迎收看。大家记得看《人生清理员》，记得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，随时上。